6月10日晚上，台湾知名网红馆长陈之汉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展开他首次的访陆之旅。陈之汉过去因经营健身房和网络直播闻名，时常在网上大呛时事，立场直来直往。他曾经对中国大陆多有批评，甚至以言辞辛辣著称，却在这次态度大转变，自称是以和平大使的身份前来。正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这趟行程在两岸都引起了高度关注，成为近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馆长此行预计待上6天5夜，行程满满都是观光景点。6月10日下午，他从桃园机场出发，傍晚飞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落地，他就兴致勃勃地搭乘了上海知名的磁浮列车进城，感受当地的快速交通。根据馆长自己公开的行程规划，6月11日他会游览上海市区，包括徐家汇商圈、外滩和南京路步行街，晚上还安排了黄浦江夜游。6月12日则前往上海郊外著名的朱家角古镇，以及城隍庙与豫园一带的老城区，品味历史风情。6月13日，他计划游览现代化地标陆家嘴和东方明珠电视塔，晚上特地订了号称沉浸式体验的宫廷主题晚宴。6月14日，行程跨出上海，他将搭乘高铁去邻近的杭州一日游，观赏西湖美景，漫步于古色古香的河坊街。最后6月15日回到上海，参观静安寺和新天地等景点。当天下午搭机返台，整趟行程几乎涵盖了大陆最繁华都市的经典景点，兼顾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风光。这次馆长强调，所有花费自己出，没有收人家1毛钱，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纯粹是一次自费的个人旅行。他为了向观众证明这一点，从出发前就拍胸脯保证，行程将全程开直播，让所有细节公开透明。他说这样做是希望打消外界对他此行动机的质疑。有些人担心他被统战或收了好处，他干脆把摄影机一路开着，让大家亲眼看，证明没有人给我钱，更不会有官员把我押走。从机场出境、飞机上、入境上海，再到逛景点、吃饭，馆长团队都架着摄影装备随行直播。他的用意很直接，就是把沿途所见所闻及时传回台湾网友眼前。他甚至表示，如果旅途中发生什么意外状况，直播镜头也能作为保障。有了镜头的见证，他觉得心里踏实，也希望观众放心。不少支持者对他这种直播监督的做法叫好，认为这展现了诚意与胆量。陈之汉在出发前就已经放话，这趟是抱着和平大使的心态去大陆。他在5月底的直播中透露初衷时，语气轻松又豪爽，直言台湾社会近年来充斥对中国大陆的各种妖魔化，大家都说中国有多恐怖，我偏要亲自走一趟看看，回来打脸那些造谣的人。他甚至把这次旅行戏称为打脸之旅，意指要亲眼证明一些流传的负面说法是错的。在他看来，民进党政府长期以来的选举操作，喜欢拿对岸当靶子，用恐中甚至仇中来凝聚选票。他公开表示不服气，认为普通老百姓被这些讯息吓住，不敢登陆看看是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因此馆长决定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双眼和镜头去戳破民进党的谎言。他语气颇为激动地说，民进党靠着建构中国很可怕，中国人很落后，这些谣言才骗到选票。我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证明他们说的不是真的。这番话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支持他的人拍手叫好，认为馆长有勇气挑战绿营常年的叙事。反对他的人则批评他过于天真，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被统战了。但无论如何，馆长此行的目的已经说得非常直白，就是要透过实地探访来进行一场真相大公开。为了这趟出行，馆长前期也做了不少准备。首先，他得申请台胞证，这是台湾人进入大陆的必要证件。他在6月5日兴奋地在社群媒体上晒出了刚到手的台胞证，宣告证件到手，出发在即，还顺带嘲讽了一句绿营媒体之前对他冷嘲热讽的报道，语带幽默地表示终于可以亲自去看看。就在他紧锣密鼓准备行程时，岛内舆论其实已经开始攻防。有亲绿的名嘴网红巴囧突然抛出一个猛料，称他拿到内部录音，说什么浙江的官方部门
曾提到馆长已经在义乌做跨境电商生意，暗示馆长早就与对岸勾结。这消息一出，一度引发部分人怀疑馆长是不是暗地里收了大陆好处，但馆长火速开直播澄清，气愤地反驳：我连台胞证都还没拿到，怎么可能跑去义乌做生意？他斥责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抹黑。很快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义乌确实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台商，八炯是搞错了对象。馆长随即在脸书发文嘲讽八炯，笑死人，台胞证都还没下来，我的人就先跑去大陆带货直播了，用反讽语气洗清嫌疑。经过这场风波，馆长对绿营舆论的敌意有更直观的感受。他开始在直播里抱怨，觉得自己无论做什么都被扣帽子，甚至脱口而出一句：这边台湾的人只会乱骂我，那我还有中国啊。这句话虽然只是气话，却充分反映了他对岛内某些势力的不满。有人听了这话大惊失色，认为他已经彻底倒向对岸，也有人理解他的委屈，觉得他是受到太多恶意攻击后的反击。总之，还没出发，馆长和部分台湾舆论之间的战火就先燃起来了。抵达上海当晚，馆长马上开启了直播模式，带着线上观众一起体验他眼中的大陆。刚踏出机场大门，他就被浦东国际机场的规模与现代感所震撼，不禁连连惊叹：哇，上海机场好大哦，通关速度也很快。随后更兴奋地分享起一件刚发生的小插曲。他去上了趟洗手间，出来后逢人便说：你们看，厕所很漂亮哎，超干净，而且还有门。语气中透着惊喜，仿佛发现了什么稀罕事物。他甚至用上了年轻人口吻的流行语来形容，这厕所也太 fashion 了吧。一旁跟随的工作人员听了也笑着附和说：大陆的公厕确实干净。馆长对着镜头反复强调这点，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对上海机场的环境感到意外的满意。或许在出发前，他脑中还存着过去某些传言的印象，例如大陆的公共厕所又脏又破没隔间之类的负面刻板印象。如今亲眼所见截然不同，难免兴奋。直播间的观众人数一路飙升，据说高峰时同时有20多万人在线围观，人气相当惊人。许多好奇的网友涌进来，就想看看这位以呛大陆闻名的馆长到底会如何评价他曾经批评的地方。然而，就在馆长和他团队对着一间普通机场厕所连声称赞的时候，一些大陆观众却在弹幕上开始起哄吐槽了。有大陆网友看到馆长一行人对机场的卫生间惊叹不已，觉得匪夷所思，忍不住在微博上酸道：好像一群神经病，竟然一堆人对着一个厕所大惊小怪，真有点这感觉。更有看热闹的人开玩笑说，他们该不会以为我们机场厕所没有门吧？哈哈，甚至有人调侃馆长这样大肆赞美，很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旁边路过的人估计都觉得这帮人怪怪的。这些嘲讽的语气其实不难理解，对于习惯了当地生活的大陆民众而言，国际机场的干净现代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反倒觉得馆长大惊小怪的反应有些夸张可笑。也有大陆网友提出另一种猜测，笑称他该不会挺失望的吧，还以为自己来会被当大明星围观，结果没啥人特别搭理。的确，馆长虽然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但在茫茫上海这座超大城市里，真正认出他主动围观的路人并不算多。即便如此，馆长透露刚下飞机时还是有碰到几位认出他的粉丝，上前要求合照，这让他感到新奇又开心。总体来说，大陆网友对他的第一印象反应是两极的。一方面，不少人抱着围观心态涌入直播，还有人在馆长光顾的上海烧烤摊前凑热闹。据说当晚他去吃宵夜烧烤时，桌上店家颇有趣地摆了碗泡面、几包榨菜和茶叶蛋，引起弹幕上一片惊呼。这几样不就是网传大陆人餐餐离不开的东西吗？大家都觉得这安排颇具幽默感，有网友笑称店家很懂梗，故意用榨菜和茶叶蛋来欢迎馆长，用行动调侃了那些荒诞不经的谣言，气氛一度相当欢乐。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对馆长曾经的反中言论耿耿于怀，哪怕看到他现在态度放软，仍旧在弹幕或论坛上冷嘲热讽。大体而言，大陆网友对他的到来更多是好奇和看戏的心理，既不会把他当仇人，也谈不上有多热烈的欢迎。
毕竟在许多人眼中，他只是一位带着网友来旅游的外地主播，离真正能影响两岸关系的政治人物还差得远。因此，大家抱着看热闹多过看严肃交流的心态，玩笑归玩笑，倒也没有出现敌意十足的状况。相反地，对于馆长在直播中的一些友善举动，不少大陆网友还是给予了肯定。比如他在南京路步行街直播时，巧遇一群大陆年轻人热情跟他打招呼，他爽快地寒暄并大方合照，这画面让不少人觉得挺温馨。有留言说，看来普通大陆人跟台湾网红也能这么自然的交流，其实挺好的嘛。可见大部分围观者还是乐见两岸民间这种直接互动的。相比之下，台湾网友对馆长此行的反应就更为戏剧化，也更夹杂着政治立场的较量。一开始，馆长宣布要去大陆的消息一出，台湾网上就炸开了锅，许多他的铁粉和泛蓝阵营的网友表示支持，认为他够胆识，敢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就让那些整天唱衰大陆的人瞧瞧现实。在他的社群贴文下方，不少人留言为他加油打气，还叮嘱他注意安全，记得多拍影片分享见闻，甚至有人把这趟行程和台湾2024大选挂钩。有支持在野阵营的网友直言，馆长这次去大概对柯文哲很有利，因为年轻人会看到两岸和平交流的可能。还有人半开玩笑地说，等你直播回来，顺便拉些票给支持两岸和谈的候选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有媒体拍到在桃园机场送行的人群中，有民众高喊了一声柯文哲加油，这让馆长哈哈一笑，没有多做回应。但现场支持者的政治倾向已经不言自明了。然而，与这些叫好声同时出现的，还有大量对馆长的挞伐与挖苦，特别是在绿营支持者居多的论坛和留言区，馆长几乎被嘲讽成了舔共的典型。他们挖苦说，馆长真是个土包子，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机场当然气派，你至于看到厕所还有门就兴奋成这样吗？还有人酸溜溜的批，可怜啊，刚下飞机就开始跪着舔，共产党还没说什么呢，他自己先感动的不行。类似跪着舔、乡巴佬进城这样的不堪字眼，在某些讨论区屡屡出现，把馆长形容的不堪入目。另外，一些长期看他不顺眼的人则质疑他动机不单纯，之前骂那么凶，现在良心发现，还不就是闻到对岸人民币的味道，跑去捞一票。还有人翻出他出发前在机场说的话，大做文章。馆长当时受访时被问到如何在大陆上网直播，需不需要翻墙，他脱口而出一句，中国根本不禁止翻墙，他们只是要多付一个 VPN 的费用而已啦。这番话被岛内媒体广泛转载，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台湾网友一看到这句，立刻在底下嘲笑，笑死，这就是长期吹嘘自己了解时事的馆长，连大陆网禁法律都不清楚，就在胡说。也有人直指他逻辑有问题，原来付钱买 VPN 翻墙就不算翻墙了，这什么鬼逻辑？馆长知识死角也太多。甚至台北市的绿营议员许淑华还出来发文提醒他，千万别以为在中国用 VPN 是合法的，小心触法遭罚。这位议员列举了中国相关法规，指出未经许可私自建立或使用 VPN 属于违法，曾经真的有人因此被重罚。他话里带刺地说，馆长此言等于在帮中共粉饰言论审查的不严，简直就是事先套好招，再替对岸宣传。对此，馆长也感到无奈，他可能是一时大意说错话，但在政坛对手眼中却成了把柄，纷纷拿来猛攻他知识不足，受统战洗脑。于是台湾社群媒体上关于馆长的论战更加激烈，支持者替他辩护，认为他只是用自己的经验发言，没恶意，反对者则借机贬低他的人格和智商。一时间，馆长成了蓝绿网军言语交火的焦点人物。由于馆长的影响力惊人，两岸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关注和报道此事，只是切入角度和评价各不相同。在中国大陆方面，官方媒体对他的到来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欢迎和关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朱凤莲在6月11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及馆长访陆时，特地送上了祝福。朱凤莲表示，我们看到馆长先生已经到达上海，预祝他此行顺利顺心。同时他也强调，
据了解，这是馆长和他的团队自行来上海旅游，并不是受邀请的官方参访。在上海期间，他的一切活动都会遵照大陆的法律进行。这番话相当于向外界澄清，馆长只是一般观光客身份来访，并无特别的官方色彩，也提醒他要守法。除了官方表态外，大陆媒体也热烈报道了馆长抵达上海后的一举一动。多家媒体转载了他在桃园机场受访时那段看厕所有没有门、餐餐榨菜、高铁有无靠背的言论。不少报道还特别把这几句挑作标题，凸显他的调查目的。例如有媒体标题写道，台湾网红馆长来上海，称此行目的就是看看厕所有没有门、高铁有没有靠背。新闻内容详细介绍了他的背景，以及他为何强调这些点。从大陆媒体的语气来看，整体是较为正面和好奇的。他们把馆长塑造成一个愿意放下成见，亲身来感受大陆发展的台湾人。甚至有官媒的评论提到，岛内部分政客之所以这么紧张，馆长的举动正是害怕多年来构筑的对大陆的刻板偏见被他轻易突破。这类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给年轻世代筑起一道认知围墙，让许多台湾人对大陆的认识停留在刻板负面的印象中。而馆长拥有大批20-30岁的年轻粉丝，且他自己过去也参与政治，立场一度亲绿，这次却决定登录直播真实情况，无疑让绿营感到如坐针毡。这些评论直指民进党怕了，担心馆长的影响力会冲击他们的两岸论述。甚至还有陆媒翻出数据说，馆长每周的网络流量高达1000万，人称流量一哥，在台湾年轻族群中有号召力，因此他的一言一行才会引发台当局高度关注。总之，大陆媒体大多抱着看热闹又略带几分窥探民心变化的角度，密切追踪这趟行程。他们报道了馆长在上海的直播盛况，例如首日晚间直播在线观众高达近30万人次等，也描述了他一路感叹上海发达的言论，把他们解读为打脸了某些台湾政客此前的夸大宣传，同时也不忘引用一些台湾舆论人的观点来印证自己的看法。像是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就上了大陆媒体的版面，他在台湾的节目中分析，像馆长这样第一次去大陆又拥有大量20到40岁粉丝的人其实不多见，这也是为什么台湾陆委会对他格外重视，因为他真的可能带来冲击。这段话被陆媒高调转载，仿佛在提醒读者注意馆长背后可能引发的舆论效应。还有台湾资深媒体人谢寒冰的评论也被引用，他说，平常一个网红去趟大陆没什么大不了，去的人多了，但没想到民进党这次整个动起来大阵仗反应。为什么呢？因为馆长开健身房，有自己的媒体声量，又吸引一群年轻人关注，这才是民进党最担心的地方。新时代年轻人越来越不认同民进党，这对民进党当然是个危机。像这样的观点正好契合大陆方面的论调，于是也成了官方媒体乐于传播的素材。反观台湾主流媒体，则明显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呈现两极化的报道风格。泛蓝媒体对馆长此行普遍给予较正面的描述和大篇幅关注，例如中国时报、TVBS 等媒体在馆长出发当天就以快讯详报，标题多半中性偏暖，例如馆长名奇访问大陆，全程直播行程曝光，馆长抵达上海直呼真干净真方便等。他们强调的是馆长此行的看点，如直播吸引的人气，沿途所见所闻的新鲜事，以及他直言不讳批评民进党的那些语录。这些媒体也会报道一些馆长受到欢迎的场面，比如他的直播涌入了大量观看，还有现场民众对他喊话柯文哲加油等，隐隐将馆长之旅与台湾选战氛围挂钩。对于绿营的批评声音，泛蓝媒体多半一带而过，或者干脆提出反驳观点。比方说，当绿营有人质疑馆长成了统战工具时，泛蓝媒体会引述馆长自己的话，我这趟就是纯旅游，没有要做生意，没有官员陪同，怕什么？甚至还强调馆长为了证明没特殊待遇，笑称我刚刚还在机场被警察赶。用这种方式暗讽那些说他被统战招待的人。总之，蓝营倾向的媒体整体报道调性偏向肯定，馆长勇于打破僵局，
并附带批评了民进党当局小题大做。相对的，亲绿媒体和执政当局官员对馆长这趟旅程则充满了警戒和批评，像《自由时报》、三立新闻等在消息标题上就颇为不客气，措辞中带着嘲弄。某绿营媒体的报道干脆引用网友嘲讽语称，反共馆长抵路狂赞中国，被大陆网友呛一群神经病。文中用了大量篇幅转述微博上那些讽刺馆长舔厕所、土包子的负评，营造出一种他在对岸也被笑话的氛围。另一则新闻则把焦点放在馆长的翻墙言论失当上，大标题写着馆长称中国不禁翻墙遭打脸，工程师用 VPN 被罚100万，明显是在凸显他知识不足。在这些媒体渲染下，馆长仿佛成了一个一下镜就频频出糗的笑柄人物。他们也大量报道民进党官员和绿营名嘴的负面评论，例如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在节目上酸溜溜地说了一句祝他旅途平安啦，语带讽刺，暗指此行充满未知风险。另一位民进党立委沈博阳则板起脸孔警告，声称不管艺人还是网红，这类两岸交流活动都可能被大陆利用，显然在暗示馆长小心沦为统战工具。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也对外表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对某些附录行为其实有明确规范，希望馆长不要做出违法的言行。虽然他没有点明是哪些行为，但不外乎是指涉不可接触大陆官方敏感人士，不可参加统战宣传活动等等。可以说，台湾官方对馆长此行抱持的是不鼓励也不方便明讲反对的态度。一方面基于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他们不会也无法禁止馆长去，但另一方面又担心他言行失控影响台湾社会舆论，因而事先打预防针，要他谨言慎行。这种态度其实也反映出台湾当局在两岸社会交流上的矛盾心理，怕被扣上阻挠两岸民间交流的帽子，但也怕交流太热络，伤及自己的政治叙事，因此只好话中有话，既释放善意祝福，又处处提醒警示。除了官员刚才提到的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许淑华，更是对馆长发出了连串批评。他先是在社群发文指证馆长翻墙违法的谬误，接着话锋一转，指责馆长正在帮中共传递言论自由不受限的假象，甚至怀疑馆长的谈话内容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剧本，认为对岸早知他要开直播，故意利用他来营造大陆开放的形象。这番阴谋论式的指控在绿营圈内引起不少共鸣，一些支持者纷纷附和，觉得馆长从一开始就是被对岸锁定利用的对象。由此可见，台湾亲绿媒体与政治人物更多是将馆长之行视为一场统战攻防的延伸，把它置于政治对立面去审视，而很难纯粹当成一次单纯的观光访问。随着馆长访陆行程的展开，一连串的讨论与争议在两岸持续发酵，不禁让人要问，他这趟高调之旅究竟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正面的推动，还是负面的撕裂？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馆长以一介平民网红的身份，做了过去大多数政治人物不敢做的尝试，亲自到对岸走访，并及时传播见闻。这种民间自发的交流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它让许多原本对中国大陆缺乏了解的台湾年轻网友，通过轻松的直播视角，直接看到当地的街景、人情与生活实况。例如，过去可能有人真的相信大陆人很穷，吃不起好的，结果馆长镜头下的上海街头，人们吃喝玩乐，高楼林立，无形中冲淡了一些误解。同样，大陆的观众也通过互动认识了一位真实的台湾人。馆长豪爽直率的个性，一路的所思所想，让大陆网友觉得有趣又亲切，这比起僵硬的官方交流更能拉近心理距离。因此，纯就民间文化互动层面而言，这次旅行提供了一个促进了解、消除刻板印象的契机。如果未来有更多台湾的 KOL 意见领袖或年轻人愿意仿效，敢于踏出舒适圈去看对岸，那么两岸社会之间的隔阂或许有机会逐步缩小，这是正面积极的一面。然而从政治氛围来看，馆长之行的争议性也不可忽视。一个网红的旅行本该是单纯的个人经历分享，但由于两岸关系的敏感和台湾选举将近，它被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在台湾内部，支持统一和支持独立的阵营对此解读截然相反。
各说各话，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的对立。绿营支持者视之如敌情，认为这场直播是对岸对台认知作战的一部分，开始加强防备，甚至出言抨击。蓝营和中间派则多半抱着观望甚至支持的态度，看好这种和平交流能为紧张的两岸关系注入一股新风。如果这样的争论演变成选举操作的工具，那么馆长此行不但无法拉近距离，反而会成为彼此攻讦的口实，让政治氛围更趋于对立。在台湾政治层面上，它是否有正面影响，很大程度取决于台湾民众怎么解读。如果大多数民众能以平常心看待，觉得不过去是一个网红去旅游，那政府也许不会因此调整政策或态度，两岸官方关系不会有明显变化。但如果相当一部分台湾年轻人因此对大陆产生好奇和好感，甚至动摇了过去对民进党当局宣传的信任，这种民意的潜移默化就可能在未来反映到选票或政策舆论上。绿营显然担心的是后者，所以才会如此紧张，而对岸则乐于见到台湾民心出现转变苗头，这意味着他们多年提倡的两岸多交流、多走动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奏效了。因此，在政治氛围层面，馆长此行既可能被视为统战成功的小胜利，也可能被当作选战操作的导火线，产生正反两面的效应。再看民间互动方面，馆长这次旅行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案例，比如他在上海街头与普通民众合照，在烧烤摊与店主闲聊，这些都是两岸人民自然接触的画面。从这些互动可以感受到，其实大多数老百姓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语言相通，文化相近，很容易就能打成一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本身对两岸关系是正面的，因为情感的连结往往比政治宣传更有力量。当越来越多的两岸年轻人发现对方并非想象中那么陌生可怕，反而颇有亲切感时，未来和平相处的民意基础就会更坚实一些。馆长自己也说，希望两岸可以多多交流，和平往来。他还在直播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台湾观众喊话，你看，连以前骂最凶的我都来了，我相信其他台湾人来这边玩，来拍影片应该都没问题，真的很安全啦。他想传达的无非是两岸民间其实没必要那么敌对，从这点出发，他的确在扮演某种民间交流使者的角色。如果有更多人因此放下成见，走出来看看，长远说有助于缓和两岸紧绷的关系。不过也要看到另一面，有些潜在的负面影响需要警惕。首先，馆长虽然是以个人身份来访，但由于他的高知名度，他的言行其实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如果他在大陆期间稍有不慎，卷入敏感话题或者被官方高调宣传利用，都可能反过来刺激台湾舆论的神经，使人觉得他果然成了统战工具。比方说，假设他此行中真的配合了什么统一宣传活动，或者发表了类似两岸一家亲、大陆真好这样过头的言论，那无疑会在台湾引爆强烈反弹，导致民众对大陆更不信任，让两岸民间情感更加撕裂。还好目前看来，馆长相当小心，他多次强调纯旅游，没有任何政治行程，也拒绝了某些敏感场合的邀约。他深知一旦动作太大，反而适得其反。其次，尽管民间互动有其温情，但政治现实依然是两岸关系的主导因素。一趟网红的和平之旅并不足以消除长期累积的政治歧见。对于坚定支持台湾主权独立的人而言，他的举动可能不会带来任何改观，反而会强化他们对统战渗透的警惕。而对于统派人士来说，他的到访也许只是证明了大陆的繁荣，但也未必能立刻改变台湾主流民意的走向。更现实的是，两岸关系的走势要看政府政策和国际环境，馆长的影响力再大，也无法撼动国家机器的运转。所以这趟行程对官方层面的两岸关系很可能并无直接影响。北京当局会乐于见到这种民间交流的正面效果，但不会因此就调整对台政策。台北当局则即便心里有些担忧，也不至于因为一个网红的旅游而改变对陆态度。双方政府更多是把它当舆论现象观察，而不会将其上升到决策层面。总体来说，馆长陈之汉的中国行是一件极具话题性的事件，它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当前两岸之间复杂的心理和氛围。一方面，民间层级的热络互动透露出两岸人民渴望相互了解、亲近的意愿，
这为日渐冰冷的两岸关系注入了一丝暖意。但另一方面，围绕此行的巨大争议又反映出台湾内部政治对立和不信任依旧强烈，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引发口水战。可以说，正面效应与负面疑虑并存。在文化和民间交流上，它打开了一扇窗，让彼此看到了真实的对方。这股春风或许能带来些许改变的种子，但在政治和舆论上，它也可能加深某些人的成见。毕竟很多立场早定的人只会从这件事中强化原有观点，或许真正的影响需要等待这趟行程结束后，随着他分享更多所见所闻，舆论渐趋冷静，才能看得更明白。如果馆长回台后愿意理性客观地讲述大陆所见，既说优点也不讳言缺点，那么他的经验将对许多台湾人有参考价值，从而正向影响一些人对大陆的看法。但若最后这件事沦为选举操作的炮弹，被政客拿来炒作攻击对手，那就失去了原本促进了解的意义。作为观察者，我们或许可以乐观其成，期待两岸未来多几分这样的坦诚交流，同时也应保持冷静思考，别让激情与偏见主导了判断。馆长的这趟和平之旅到底能激起多大的涟漪？能不能真的为两岸关系注入一股正能量？现在下结论还言之过早，但无论如何，他勇敢踏出的这一步，已经在两岸关系的民间篇章上写下了一笔有趣的注脚。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围绕他此行的讨论仍将继续发酵，也许会有更多人从中反思两岸之间那些被放大的误解与偏见。正如馆长自己所言，有什么真相，我们就摊开来给大家看。唯有更多这样直面彼此、坦诚以对的交流，两岸才能在曲折中找到新的平衡和理解的可能。